大家好，我是 Harry 啊，咱们又见面了啊。之前呢，因为工作原因出差，所以呢这个节奏有点乱啊，可能更新的稍微慢了一点。好，那这一期的主题呢就是这个大前蟹不是黄猫啊，今天黄猫这个可能是因为螃蟹它比较喜欢，所以在这儿趴着。先说一下我拼的这个特点，你看这个大前蟹的眼睛啊、眼睛、嘴巴上边两个这个尖尖犄角，然后两个大钳子胳膊这个位置可以动，两边都一样可以动，钳子也可以动啊，钳子可以动，然后腿四条腿都是可以动的。那我们还是按照之前我教MOC 的那个步骤来吧。那第一步呢是找特点，大前蟹特点呢，首先两个大钳子，红色的，然后身体是红色的，肚皮是这种肉色的，两个眼睛，有两颗牙。它大前蟹的话是只有四条腿，我是专门查了一下才发现的。那这个是找特点之后呢，第二步呢就是定一个它的比例。这一次呢，我的定比例和以前有一点区别。我以前定比例呢，我一般是会从这个最小像素出发，一般就是这个眼睛。那我找到大前蟹的眼睛，然后呢直接往出拼，然后最后呢我也不确定大前蟹到底能拼多大。但是这次不一样这次的话我定比例的时候呢，我有参考了一下这个可达鸭还有这个呆呆兽，我就是用的这张图可以看到就是它的身体，它的眼睛的大小呢是比可达鸭和呆呆兽呢要小一点点。大前蟹的主体的部分是比它们的头要小一点点，然后钳子很大。钳子我也是拼了之后才发现，它这个钳子几乎和它这个脸是一样大的。我的目的呢，其实是为了还原那个这个经典场面，就是那个2分多钟的那个动画。那么后边我可能还要拼一个鲤鱼王，然后再把这个呆呆兽的身体补全，之后看看用什么办法能不能把这个动画给还原出来。好，比例定好之后呢，还是从最小像素的往出拼。这个大前蟹的眼睛和这个可达鸭的眼睛有一点点区别，它们的眼睛都像是和人的眼睛有点相似，就是它的眼球是在眼皮的里边，而这个大前蟹呢，相当于它是一个凸出来的一个效果，所以从这个大前蟹的这个俯视图看到，你可以从上面看到它的眼黑，所以我就是这次的眼睛做了一个上边不做遮盖。你像其他的这些的话，都是上面是有遮盖的，你从上面是不能够看到它的黑色的，但是这个的话从上面是可以看到黑色的。大前蟹好像第一次出场的时候应该是俯视的一个效果，然后从上面也能看到这个眼睛的眼黑。第一次做这种从上面看露出一个眼黑的效果。然后眼睛的大小呢还是4个单位，然后眼黑的部分是用2个这个1/3厚度的薄片来拼起来的。高的话是2个单位，然后做了一个中间高两边低一个椭圆的这个效果。再往下呢就是一个拼这个3个高度的这样一个嘴的一个效果，这样往进收然后下边呢就做出一个大的嘴，露出2个牙齿。这个牙呢，其实我觉得可以换成那种带尖尖的。有一种乐高砖块呢，它是下边宽上边细的，就是一个三角锥那样的一个东西。所以用那个我怀疑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，但是我没有找到，我就先用这个来做吧。后续如果找到的话，我把它换上看一看效果。我呢就是按照这个我的拼法来给大家讲。我拍了一些照片，可以看到我的过程就是先拼的这个眼睛，然后往下拼了2个胳膊然后呢然后再拼2个大钳子，最后呢再拼它的下面这个肚子，还有还有这个4条腿。这所有的活动关节都是用的这种带卡槽的连接器
就是这样，它非常好用，可以把它固定住。看这个大前线可以动。那腿呢，其实和这个蜘蛛很像，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拼的啊，只不过换了一下颜色。这个蜘蛛的腿也是可以动的，你可以看到，就是这样可以动，然后这样有卡槽的位置连接就动了。胳膊这个位置呢，是最开始我是用的1成的宽度，但是后来我放完这个钳子，我发现这个钳子真的是太大了，所以就只能把它变成了2成的厚度，就是2乘4的，然后这是用的2乘4的，然后1/3厚度的薄片，然后加上2个这种带卡槽离间器，把它拼成的。好，那这一期的教学视频就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、关注我的频道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